语没有道理可明，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，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，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。难道没有余地，原因都已多余？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？心渐渐远了，累了也模糊了，才是谁想要的结局？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你有关。你做的那些事情能让人产生好的联想吗？高洁，我警告你了，你别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啊！你别想再假装偶遇。麻烦你不要那么自恋，我没有兴趣探听你的行踪，我来只是为了自己的事，至于其他的，随便你怎么想。还有凡斯的司长，你居然又跟他在一起，还是说你们就是同谋啊？你对我有偏见，麻烦你不要拉上其他人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一切，我只不过是你的目标之一。说完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懒得跟我说任何一个字。说的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，我可以走了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会带上假意，默默期待你识破这一副面具。啊，刚刚碰上了个人，耽误了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我跟高小姐聊得正投机，坐吧。雷总见多识广，跟雷总聊天总能学到不少知识。哎，见多识广说不上，知道的杂，谈谈皮毛还可以，再往深了谈，我就不懂了。哎，在我们公司你还有别的熟人啊？是凡斯的司成。哎，他也是来参加珠宝研究所的吗？他已经离开凡斯，自己做设计师了。他这次来是参加我那个特拉伊巴的设计招标的。啊，帕拉伊巴在雷总的众多收藏品中确实算顶尖货了。我们瑞华也很看重雷总在彩色宝石方面积累的渠道资源。我希望这次借助珠宝研究所的契机，我们可以展开更深度的合作。我对瑞华的品牌一直非常信任，再加上有高小姐这样出手不凡的设计师，我现在就可以拍板跟你们合作。剩下的就是谈谈细节的问题了吧。听起来好像是想要艺术装饰风格，那种20世纪20到30年代风格的设计，我觉得挺容易的，给我3天时间就好了。简单的按这个路线确实是能够拿到合约，但是后续能不能达到雷总想要的，让国际大师也一眼惊艳的效果，能不能完成雷总的梦想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司总，我觉得我们眼前首先要把这个合约签下来。这单如果不签的话，什么梦想不梦想的，我们就是在这空谈啊。雷总这个人，跟他交谈的时候，看上去感觉很有把握，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还有纠结，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追随当今西方主流市场的眼光，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向。高姐，人家雷总是个经验丰富的行家，你才有多少资历啊？见过一面就随随便便的猜别人的想法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分析怎样才能更有把握取胜。要在展会上胜出，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西方路线这么容易。我通过跟雷总的交流，我觉得他想要的可能不是欧式雍容华贵那种东西。高姐，你跟我想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奶奶，你找我。哥，你也在。玉芝啊，苏金组的招聘怎么样了？其他的人员配备差不多都齐了，只差销售总监。在我的预料之中。现在好了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是吗？谁啊？你要感谢于毅。镶嵌组的马总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借调给我的话，那你们镶嵌组的销售怎么办？我仔细观察过雷总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偏好，从他的着装、配饰还有办公室陈设来看，都是统一的中国风。还有他戴那个扳指，还有他那些行为举止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却提出了一堆欧洲贵族奢华、绚丽吸睛的要求，应该只是出于想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的愿景，而不是出于真爱吧。现在跟上国际潮流就是大趋势啊！国内哪一家品牌不是这样做的呢？跟外国人做的一样好，这不好吗？这不对吗？难道你们是想要转头现在做一些小众的中国风啊？中国风现在已经不能用小众来形容了。抛开雷总的喜好不谈，光谈参展，以往中国风在国际上也是很抢人眼球的，尤其是这2年特别走俏。对，上次安东尼奥大师对中国风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。好，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再探讨，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。剩下就是仔细想一想这些设计的细节问题，你来表述，我来动。司总，雷总人家的要求明。雷总的表述是雷总的表述，有时候未必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出来的才是最好的，因为客户永远都不会像设计师那样更了解珠宝设计。有时候他们的表达未必能够100%表达他们的内心，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找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做的绝对不是保险的设计，而是直击客户灵魂的设计。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战胜所有的同行，赢得比赛，赢得雷总的心。好了，文文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跟高杰再探讨一下。明明我才是帮雷向东设计的那个人，凭什么高姐一来就抢了我的活儿？镶嵌组的业绩，奶奶现在心里最清楚，也最放心。奶奶现在最担心的，倒是你们苏金组那边。奶奶，是这样，我们2个组的产品类型是完全不同的，而且我们组又在转型阶段。这个马总监到了我们组，就相当于从零开始。我想知道他本人的意愿是什么。这你不用担心，都是瑞华的员工，流程都清清楚楚的。素金组有需要，我这边有人，当然义不容辞了。再说了，马总监在镶嵌组积累了不少的年轻消费群体的客户资源，不正好符合你们素金组目标人群的新定位吗？
可是，于志啊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于志是不相信马总监呢，还是不相信我啊？都是为了瑞华公司，兄弟俩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？肃清组人才流失，是在我意料当中的，不能全怪你。于毅把马总监调到你那儿去，帮你解决燃眉之急，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吗？要懂得感恩。好，那就谢谢吧。不客气。你们这效率太让我欣赏了。您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，而且这次的设计我们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，我保证出来的成品完全符合您的期望。是吗？拿来我看看。这个设计叫做时光之轮，运用了中式美学，呈现禅意质朴的风格。中式美学。我们上次谈的应该是华丽的西式珠宝设计风格，我没记错吧？没错。那司先生、高小姐，我想请问，什么叫做定制？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你们二位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我们上次谈的设计方向。那么对于这种完全违背了客户意愿的设计，我就不看了，浪费我的感情和时间。你看，我画的，画得越来越好了，真棒！那你要一直陪着我画。我一定一直陪着你，我保证。拉钩。来吃点水果。金姐，这段时间麻烦你照顾他了，有任何需要你随时告诉我。您客气了，没啥需要的。高小姐平时准备的很细心的。是这样，小杰跟我这个当父亲的有一点小误会，我来看的这件事，能不能暂时对小杰保密？既然您这么说，就听你的吧。谢谢秦姐。您真的是喜欢欧式、宫廷、华丽贵族吗？虽然这些都是国际大赛上获奖作品的贡献，但真的是您真实喜欢的风格吗？司总，那你的意思，你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想要什么？雷总，我们是认真做过功课的。雷总，请让我占用您1分钟的时间，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设计。整个设计的外形如同永不停歇的滚滚车轮，边缘部位运用了江南园林的窗棂阁图案，您一定很熟悉。在您的故乡，有很多漂亮的古建筑。确实对我做了很多功课。确实，所谓定制，就是从顾客的真情实感出发，做出最适合的作品。看看您办公室的陈设，而且您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拼，还不忘给家乡做慈善事业，可见您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厚。那我这颗帕拉伊巴，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？窗棂阁代表心灵之窗的话，那这一颗纯洁无瑕的帕拉伊巴就是看向远方的慧眼，正暗含了雷总希望看到中国设计能走出国门的心愿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希望能让海外评委感受到中国的古典元素。这就是我想要的设计。
过拿这种纯中国风的这种设计风格到国外去展览。雷总，您请放心，这2年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上非常走俏，我相信他们会欣赏，甚至是惊艳于中式的意境。这也是这款设计为什么叫时光之轮的原因。时代在前进，但并不代表传统美学会过时。这也只是在时间的长河中，激荡经典，焕发新生。我确实有弘扬中国文化的意愿。既然你们2位这么有信心，我这次就跟你们赌了。设计方案就定这个，你们抓紧时间完成作品。谢谢雷总。谢谢雷总，我为我刚才的不礼貌向你们道歉。是我们之前没有讲清楚。您放心，一定让你满意。我期待。司总，这是综合您上次提出的中国风，我做出的一个新的方案，套用了一句古诗词的意象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，您看一下。不错，设计还挺精巧的。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系列再生发一下，作为咱们公司的特色作品。司总，我想你应该搞错了，我这个设计是专门为雷总的帕拉伊巴设计的。文文，雷总的设计已经让高杰在做了。为什么？之前这个案子不是交给我的吗？而且前期所有的资料都是我来收集的。文文，这个项目呢，你一直很上心，也很努力，这个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是公司的设计是大家的，谁的合适我们就用谁的。而且刚好是高杰的设计打动了雷总，那能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不需要有心理负担，你也很优秀，以后的机会多的是。他的设计，一个连简单的初稿都画不出来的人，你说是他的设计？而您在干嘛，老板？您在为他画图啊？文文，设计最重要的是构思，我不过是把高杰的构思呈现出来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设计师，不应该对设计的认知这么肤浅吧？好，我肤浅。您是老板，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这个胸针镶嵌啊，我们比较倾向于它的钻比较大和钻比较薄，然后呢，佩戴比较方便。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一个老师傅，他姓郑，技艺精湛。他做那种镂空的镶嵌，找的每一个角度都非常的刁钻，而且出来的成品都非常的轻盈。要是他在的话就好了，可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建议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那我们是否可以请教他呢？我们还是等向雷总汇报完工作情况之后再说吧。来，好。哦，来，雷总来了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瑞华的小于总，别看年轻，本事不小。啊，这位是水之遥设计室的设计师高洁小姐。哎，他们这次的中国风设计啊，非常的出色，我能不能拿奖就靠他们了。啊，把设计图给小于总看看。好，于总。来，坐。哎。
很秀美啊，还是中国风。这是定稿了吗？啊，已经开始打版了。雷总，我出去打个电话，一会儿来向您汇报工作情况。好，你忙你的。雷总，你之前不是要雍容华贵吗？啊，原来是想要雍容华贵的，但最终还是他们说服了我，让我不要依附于别人的眼光，忠实自己。还是这么能言善辩啊！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设计打动了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何文文？对，高慧小姐，您和吴老师来凡斯参观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见过的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一杯美式。我想加入瑞华。想跳槽？给人事投简历吧，合适的话他们会来找你。高小姐，你不用这么看不上我。我要是没有足够的价值，不会不自量力的来找你的。让我加入瑞华，我们会成为盟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——高洁。你怎么知道我和高洁的关系不好？瑞华之夜的时候，高洁抢在你前面展示了自己的珠宝，他想赢得安东尼奥大师的青睐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只有他能做得出来。你对高洁还挺关注的。那个高洁在凡斯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在背后说别人坏话，搞得我在凡斯左右不是人。现在呢，他不仅抢了我的客户，还偷了我的设计稿。其实我是被逼无奈才来找你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只有你和我，才知道高洁是什么样的人，而其他人，包括思成，都被他那可怜的外表所蒙蔽了。具体说来听听。是这样的，水之遥想争取一份雷向东的设计订单，我已经按照雷总所有的要求设计了一份，结果半路高洁加入了水之遥，直接上位。他不仅抢了我所有的功劳，还想一脚把我踢出局。一个设计师连最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。他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丧失了设计能力的废人，他连一个流畅性的弧线他都画不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我不想跟你有交集，但我也没有必要刻意躲着你啊。我们大家装作彼此不认识就好了。装作不认识，要怎么装啊？我演技没有你那么好啊，要不你教教我？
以前的事情再翻出来还有意义吗？既然你已经认定是我骗你的感情，那就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一切通通抹掉就好了。纠缠不清可不是你的风格，更何况，你不是最擅长有第二计划吗？任何风险都有备手，包括对感情有保留，不是吗？明明是你犯了错，搞得好像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似的。你说我对感情有第二计划，那你呢？你有把我当做第一选择吗？哪怕就一次。玉芝，我麻烦你收敛一点。晚上一起吃饭，顺便聊聊这个珠宝研究所的事儿。哎，今天晚上就算了吧，我还有别的约。雷总，我们成品有点问题，打算回去商量一下。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？哎，正好我刚刚约了于总吃饭，咱们一起吧。商量什么时候不能商量啊？吃个饭，放松放松，啊？要不去吧？于总，你看看人司总多给我面子，你什么约会那么重要啊？啊？约了上次那高小姐是吧？约她一起吃，都是同行，认识，今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呢。好，那我就把高小姐也叫过来。正好这两天心里挺闹的，热闹。走吧。走吧。来，几位都是设计界的翘楚，今天大家相聚，就算认识了，以后一定要多多合作。我敬大家。哎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开动开动！来，你们吃，我接个电话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啊，各位，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一定得我去处理。我今天就没法陪大家，你们别客气，想吃什么就点，啊！我先失陪。哎，
唱的是哪一出大戏啊？什么人都能坐到一起吃饭，勇气可嘉呀！玉芝，我减肥，晚上不吃肉的，你帮我吃了吧。高姐，多吃一点。不用讲了。既然他不自量力的选择离开了我，那我还让他留在我身边干什么？他的珍贵总有人能懂。他离开你，可能是因为你不懂得珍惜。爱演的人总算走了。玉芝，你多吃点。要不要陪你去吃点东西啊？哎，那这顿饭又当减肥了，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不然的话，我担心你可扛不起我水之耀的大旗哦。水之耀的大旗可是你该扛的呀。你这么有能力啊，等过2、3年，我就可以当个甩手掌柜的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的设计能力还没有恢复，再好的灵感，不能亲手画出来，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设计师呢？你不要把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了。何文文也很优秀。何文文，她已经去瑞华了。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让她不高兴了？人各有志嘛，毕竟瑞华这么大的公司，她想去也是正常的，别多想了。啊，对了，刚才你真的没事吗？反正事情都这样了，上天已经惩罚了我，收回了我的才能。我也不想卷入其中，再去追究谁利用了谁。接下来，我只想好好照顾妈妈，从头开始过新的生活。这两边再加上流线的感觉。嗯，是啊，但是如果这个位置跟这个……不好了，雷总那边发来了律师函。律师函，我看。这个事情先不要跟其他员工知道，今天照常工作。我跟高姐现在就去问问雷总到底怎么回事。先去忙吧。我叫你们来，是想听2位给我解释，这个时光之轮为什么是人家瑞华的设计？雷总，这个就是我们水之遥的原创设计稿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不可能存在抄袭的情况。你用人格担保，有用吗？
瑞华的高会已经拿着律师函警告我们停止使用，人家有这个设计的版权证明。高会，我那么信任你，那你们呢？啊，拿着抄袭来的设计方案回报我，你们这是欺骗！雷总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那好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个律师函怎么来的？啊？时光之轮如果停下来，那我的特拉188就一定要从底座上取下来，对不对？他的指定那么做，万一有个不小心，我的珍藏品就成了废物。你们不会不明白这事儿吧？雷总，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这件事？调查什么？版权证明在人家手里，你还调查什么？我最看不上你们这种骗子！我现在就请你们回去，准备赔偿金。进。司总，这个是刚才雷总公司派人送来的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这么多，这个时候不能自乱阵脚，当务之急，我先问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律师。玉珍，你看看这个。要不是之前我在雷总的办公室碰巧看到了水之遥的设计图，恐怕这次我们就要被侵权了。这个设计是我们镶嵌组新来的设计师做的，不知道高杰通过什么渠道看到的。这个人都已经离开瑞华了，怎么还惦记着我们镶嵌组的东西？我不是刻意针对他，他敢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敢去揭穿他。抄袭是身为设计师最不能触碰的底线。我以为他就是算计算计人心，没想到……还好这个设计师早有防备，提前去版权局注册了，不然有理也说不清。我知道你跟雷总有宝石研究所的合作，我现在去提版权的事情确实是有些尴尬，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瑞华好啊。你这是为了公司，这么做无可厚非。那我先走了，领带来了。高总，进来吧。谢谢你啊，真没想到我一个新人，你这么帮我说话。我是眼里容不下沙子的，像高杰那样的人做的坏事太多，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，我不能看他逍遥自在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主持公道。这年头，小偷都这么大摇大摆的吗？高慧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怎么窃取到我们给雷总做的设计稿？你这个人怎么总喜欢倒打一耙？明明是你偷了人家何文文的设计，你还有脸贼喊捉贼了？你胡说什么？这设计稿跟何文文有什么关系？有啊，著作权登记证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何文文的名字，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。现在这个设计稿属于瑞华。无耻！到底是谁无耻啊？
看来上次于池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惨痛。高姐，我不会再让你得逞的，你别想再用任何欺骗的手段来谋取利益。不抄袭别人的设计，是作为设计师最基本的底线。你我曾是同台竞技的对手，而眼下，真觉得你不配。你根本就是在颠倒黑白。怎么了，高小姐？又在这儿故伎重演，偷人东西，来这儿装可怜是吗？怎么不说话？应付这种事情不是你的强项吗？居然你也信了？原来我们之间真的连一点信任都没有。千万别在我面前提这个词，你不配。你怎么还有脸跟于池说这样的话？你伤他还不够深吗？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，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。难道没有余地？原因都已多余，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？心渐渐远了，累了也模糊了，才是谁想要的结局？原来我还爱你，才是我的真心。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，只好躲避下去。原来我还爱你，才会带上假意，默默祈祷你识破。妈，晴姐，我回来了。小杰，小杰，快来吃饭，吃饭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这些啊，都是你妈妈特地叫我买的，说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菜。小杰瘦，小杰要多吃。行了，你们先开饭吧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一早我再赶过来。辛苦了，晴姐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，拜拜，多吃点啊。嗯。小杰，快坐啊。嗯。小杰爱吃。妈，你说我是不是真是个倒霉鬼啊？总是给身边关心我的人带来不好的事情。本来思成的公司可以通过帕拉18的设计在国际上崭露头角，结果现在反倒惹了一身的麻烦。我真的很担心，不知道律师那边会不会有好的解决办法？不然，水之要一下子要赔那么多钱，思成的工作室一定会垮掉的。赔钱？你等等。我的，给你。给我的。记得要还哦。一定还你的。给。我让你们两个来，是商量一下股权的事情。最近调查清楚了，周危贤和你爸爸的股权
已经落到了樊斯的手里。我研究过公司的章程，当时为了争取周维璇入股，答应好他，按照他的条件，在章程里边约定，所有的股东都要放弃对于拟转让合同的优先认购权，就是说，瑞华所有的股东都可以自由地买卖自己手上的股权，而不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。也就是说，樊斯可以不经过我们同意，就行使股东权利？是。樊斯有我们公司的股份，就算他不控股的话，对我们的经营也可以发话，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被动。这就是羊入虎口啊！当初就不该引进周维贤。过去的事情说了也没用，可是还好，我们3个人手里的股权加起来超过了半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可以控制瑞华的局势的。你们2个人手上的股份都要管住，不论什么人问都不要动，不能再出差错了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会回去再排查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漏洞。我抵押在你那儿的股权没问题吧？当然没有问题了。不过，你什么时候可以买回去啊？我们可是说好时间的。说实话，兄弟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我知道，你放心，到期之前我肯定会收回来。行，那你抓点紧，你的东西我会帮你保管好的。好。思成，昨天见律师，律师怎么说啊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律师说，版权这种事情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，咱们设计时间先于他们注册的时间，就很难再翻过来。是不是因为我和温温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事？跟你没有关系，是我太大意了。要不，我去找他谈谈。别去了。既然他已经注册了版权，说明他早就想好了要针对我们。实在不行，就把公司卖掉赔偿损失。当然不行。这是你辛苦创立的公司，不能就这么毁了。我们一定会想到其他办法的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可以去找瑞华的人，求他们把版权卖给我们。不行，你千万不要去求他们。那个高慧也好，于之也罢，他们一定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。我宁愿工作室关门，我也不要你去瑞华受他们羞辱。别太担心了。我约了几个朋友谈筹钱的事情，得先走了。你先去忙吧。高姐，千万不要自作主张，一切有我呢。
明明是你犯了错，搞得好像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似的。你说我对感情有第二计划，那你呢？你有把我当做第一选择吗？哪怕就一次。高姐，还有什么好纠结的？思成帮了你那么多，跟保住他的公司比起来，于直的羞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和妈妈的联名款，全部答案都在这儿。这么快吗？都是我亲自盯的，他们敢拖吗？这次中国风的设计还不错吧？为了配合你们素金组，我妈可是翻了不少资料。对了，你发布会筹备的怎么样？我这样跟你商量的。为了保持和这个首饰的风格一致，到时候发布会现场的布置啊，也要走中式古典风。你觉得这个主色用正红色好，还是其他颜色好？红色是挺好的，但是会不会太鲜艳了点？红色不行，换一个。那你说什么颜色好？小于总，这边有位叫高洁的女士想要见你。不见。不好意思，高小姐，我们小于总正在开会，不方便见客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在这里等他。哎，高洁怎么来了？他骗了小于总的感情，怎么还有脸来啊？对。于总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儿不欢迎你，走吧。我找于直是真的有事。不管你有什么事，你都没有资格再见于直了。钱丹，告诉保安，瑞华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。好的。我刚在和于直讨论后天发布会的细节。发布会？素金组发布会？哎，我就是帮于直。我想请问你，你现在是哪个部门的？上一次你陪于直去找雷向东，拉拢他参与首饰研究所的计划，我全当是你为了瑞华。可现在呢，你直接去替素金组站台。我想请你搞清楚，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。好了，我知道我是镶嵌组的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晚上有空吃饭吗？正好有些公事可以讨论。我还有会。你来干什么？我那些东西是你的，带走的。不需要了，你直接扔掉就好。我来是想求你，把帕拉伊巴的设计稿授权给水之遥，跟水之遥合作。我真佩服你啊！你还有脸过来求我？如果你今天不答应，我就在这里一直等，等到你答应为止。随便。
你为什么还不走？你愿意跟我好好谈的话，我不会赖在这里不走。你就是为了思成让我放过水之遥一马是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还会帮你？你从我这儿要走的还不够多吗？你就这么喜欢索取？我欠你的。我没办法改变你对我的看法。我来也不是为了跟你吵架，但是思成是业界难得的设计师，他的名声不该就这么被损害。你话里话外，除了替他奔走以外，就是在责怪我损害了这么优秀的人才，是吗？既然他这么优秀，让他自己来摆平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，我只能苦笑硬撑，咬着牙不去承认，多爱你只能自己忍。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，当我的关心无缺再问，为何最熟悉的人非要变得那么狠，变得连做朋友都不能。送给你啊，谢谢你为我带来希望。你还保存着这片树叶啊？当然啦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，我当然得好好珍藏了。回忆美得太残忍，你给的爱太逼真，教会我沉沦，再次我离分多伤人。董事长，没想到您还愿意见我。之前的事情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要说不生气，是不可能的。你是我的小辈，你辜负了我的信任，但我一直在等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你应该都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了。穆子云是除了我妈妈和外公以外，我唯一的亲人。妈妈出事以后，表姨就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。这么多年，她对我尽心尽力，视如己出。妈妈这些年四处求医的治疗费，还有我上学的学费，都是表姨给的。所以你为了报恩，就把余家的股权赠送给了穆子云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表姨会这么做。我以为……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连表姨也会骗我。虽然你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但也看得出来，你承受了不少痛苦的代价。穆子云的错，我不会怪到你的身上。谢谢奶。
谢谢董事长。好了，聊聊你眼前的事情吧。水之遥的侵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你是一个很有天赋、很有追求的设计师，我不相信你会去抄袭别人的东西。其实，这一次的设计稿根本不是我画的，是思成。这一次我只是提供了思路和想法，具体落笔是思成一个人辛苦完成的，所以我才硬着头皮过来求您，希望瑞华处理这件事的时候，不要因为我的关系而连累到思成和水之遥。不是你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双手已经再也画不出设计稿了，我已经彻底失去了设计的能力。身体还是要注意的，因为你还要照顾你妈妈。商品的事情我都已经交给于毅和于直在管了。我不能马上答复你，我得跟他们商量一下。谢谢您的理解和宽容。那我先走了。不是你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双手已经再也画不出设计稿了。他怎么会失去设计能力呢？难道因为订婚那一天？可是明明是他设计害我。他难道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？还是说，他又在欺骗？严凯，帮我查一个事情。最近镶嵌组的设计一落千丈。你们自己看看交上来都什么东西。下个季度如果还是这个水准的话，设计部就可以解散。散会。于烨，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帮于直，所以你不高兴了？你这样不公平。我是镶嵌组的首席设计师，只是因为和妈妈的联名款产品涉及到和素晶组的合作，我才要找于直的。你完全……你还知道你是镶嵌组的人呢。至于怎么设计，是你的专业，自己想清楚。于直，我还是想请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你是水之遥的负责人还是老板娘？让思成自己跟我谈。这是授权书，你看一下。
设计师何文文。于总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你们这个瑞华的设计师1个月之前还在我们水之窑呢，而且他离职那段时间，正好是我跟高洁刚刚做完《时光之轮》设计的时候。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任何恩怨，但此次帕拉伊巴的设计稿，版权毋庸置疑归瑞华所有。我们瑞华可以不起诉水之窑，不过条件就是你跟高洁必须继续跟进帕拉伊巴的后续制作，直至作品完成。是，帕拉伊巴本来就是我们的设计，跟进到制作完成那是理所应当的。此外，成品完成之后将送往纽约参展，只会以瑞华、雷总的名义送展，不会再提及水之窑。玉芝，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能跟我好好合作，是高洁一再劝说我才想要过来试试。水之窑的设计，水之窑的制作，却要抹掉水之窑的名字。对不起，君子不食嗟来之食，我就是卖掉水之窑这个协议，我也不能答应。你倒是挺有傲骨，可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份清高是谁给你的机会？你知不知道高洁为这件事情求过我多少次？难道你思成的傲骨，就是建立在一个女人低三下四的恳求上？就这件事情而言，他至少比你更冷静，更清晰。如果这种时候你还不懂得变通，不懂得退让的话，那就算是没有帕拉伊巴这件事，我认为你的水之窑也不会走得太远。我们都是公司的掌舵人，你应该明白，意气用事是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。我听雷向东说，此次的时光之轮准备采用中西结合的工艺。高洁再三跟我提起你的能力优秀，那么优秀的设计就要有优秀的制作来相衬。既然我们瑞华同意跟你们合作，那你何不抓住机会，好好利用一下瑞华定制组的工艺，放下你那些所谓的个人尊严，好好想一想，瑞华是你唯一的选择。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玉芝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私下和水之窑和解了？版权还归瑞华所有，免费让他们跟进，不好吗？我不同意。我有权决定公司事务。高姐，都谈妥了。怎么样？他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？没什么，瑞华定制组要参与制作，而且版权也归瑞华所有。可能这次咱们俩要当个免费的工匠了。什么？这你都答应了？他摆明了就是要给你难看。不行，我要去找玉芝。高姐，别去了，这已经是目前来说最好的结果了。我想过了，
接下来就是去瑞华继续工作，我一个人应付得了，你就别去了。那怎么行？这件事我也有一半的责任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？你呀，到底是把于之想得太可怕了，还是把我想得太软弱了？不是。好了，我答应你，咱们一块儿去。